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一名不法之徒偷偷溜进火车货箱，与他接头的不是同伴，而是大名鼎鼎的福尔饺子。你的伙伴让我带句话，他在黄泉路上等你。歹徒仓皇而逃，饺子翻身上了车顶，与其在月下交手。从今天起，恶搞之家正式改名恶搞福尔摩斯，才怪嘞！饺子的胡思乱想被一个小毛孩打破，他将对方引进了沙坑，那是他专门整人的地方。喜欢搞过火的恶作剧算是老皮家的传统。这天闲来无事，皮特领着傻大儿克瑞斯砸房子玩，梅根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不能学会无视这些神经病，他恐怕早晚也会发癫。路易斯带着饺子回家，对皮特说他发现饺子不太合群。皮特惊了，原来你才发现啊，真就母爱令人盲目呗。路易斯决定把饺子送进托儿所，希望集体生活能提高他的社交能力。饺子的小脑袋里立刻脑补出这恶毒的巫婆将自己送进了做人体实验的集中营，他万分悲壮地想，看来这一天终于到了。他的反抗彻底激怒了这个独裁者，就让他的暴政来得更猛烈些吧。他的反抗意志如钢铁般不可磨灭。路易斯回到家里，发现饺子不在，他就没什么事情做，心里顿时空落落的。明明他曾经也是个富家千金，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生活，现在居然已经完全适应了家庭主妇的身份，稍微闲一点就心慌慌。小布劝路易斯去找份兼职工作，他正有此意，可是其他家人们都不太支持他。梅根害怕妈妈不在，老爸把房子掀了，克瑞斯被自己幻想的猴灵吓得神志不清，还得他哄着睡觉。路易斯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他需要出去换一种更刺激的生活。皮特一听大不悦，当场点了窗帘，给妻子找点刺激的活干。另一边，饺子在托儿所里被迫跟其他小朋友做游戏，他望见一个小姑娘甚是可爱，于是上前就是一个大逼斗子，来表达自己对她的喜欢。与此同时，皮特跟朋友们去泡酒吧，说起路易斯想找工作的事儿。木瓜男表示他可以给路易斯介绍一份空姐的工作，不仅能周游世界，遇到许多成功人士，偶尔还能让皮特蹭一趟免费旅游。皮特一听最后这句话，立即态度大变，大力支持路易斯当空姐。事情就这么拍板了。镜头一转，饺子的托儿所生活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他每晚都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了那个被他打哭的女孩，心说自己是不是得了啥大病。小布告诉他 no， 不过是爱情的小鸟飞进了他的心里而已。饺子一听慌得六神无主，嘴硬不肯承认自己恋爱了。为了证明那个女孩不过如此，他开始整天监视别人。飞机掠过天空，路易斯的空姐生活正式开始了。他入职第一天就遇上了恐怖分子劫飞机，差点没把他吓死，结果是机长搞的入职整蛊。这机长颇有皮特的风范，皮特蹭着免费的飞机，喝着免费的果汁儿，享受着老婆工作带来的便利，乐得嘴都快歪了。果然只有白嫖才能带给人快乐。路易斯累得腿都快断了，还得忍受色鬼的骚扰，回家后就开始考虑辞职。皮特为了他的白嫖大业，赶紧力劝老婆要坚持，不轻言放弃是成功人士的座右铭。路易斯猛地干完这碗鸡汤，再次穿上了他的空姐服。托儿所里，饺子经过多方考察和自省，终于承认自己恋爱了。他天天黏在女孩身边，就像迪士尼的公主和王子，开始了激情 K 歌模式。饺子在心里感激涕零，丘比特这一箭射得好呀。另一边，路易斯刚刚开始适应空姐工作，皮特就在飞机上耍起了大颠，各种耍宝犯贱，哗众取宠。路易斯终于醒悟过来，合着皮特嘴上说支持他女性独立，实际上是来蹭飞机的。她累得要死不活的时候，被臭男人纠缠的时候，可都是想着老公的理解和支持才坚持到现在的。路易斯强忍着抽他2巴掌的冲动，想出去完成工作，却发现皮特太肥了，他们卡在了卫生间里。这时外面正好跳出来一个劫匪，然后分分钟被群众制服。皮特和路易斯因为卡在厕所里，直到飞机迫降古巴才被发现。为了回家，皮特决定去黑市买假护照，掏钱的时候他才发现口袋里只有绳子。黑市老板给他们推荐了另一种回家方式。当天晚上，两人就跟着一帮难民坐着皮筏偷渡。看来这趟回家之旅有的是刺激可找了。托儿所这边，饺子跟女孩形影不离的过了好几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畅想起了他们那漫漫爱情长路。直到那一刻的到来，女孩发现另一个男孩有曲奇饼干，当场给饺子戴上了绿帽子。饺子心痛的无法呼吸，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这女孩看上的不是他，而是他的曲奇饼干。他将背影留给女孩，独自在晚风中落泪，爱情的小花就这样凋零了。路易斯罕见的躺在沙发上不肯干活，任凭饺子和皮特如何催促，都不想起身去做饭。他不是想当懒狗，实在是累得动不了。他坐了一整天的出租车，在城里跑来跑去，忙活孩子们的事儿。路易斯向皮特提议，家里必须再买一辆车，否则出行很不方便，实在不行至少买辆二手车凑合。皮特一听就不干了，这是什么话？要买就买新车，他们老皮家从不开二手车。夫妻俩来到汽车店，皮特看中了一辆红色的车，路易斯则想买另一辆蓝色的。他的意见皮特
特当然不会听，小红车刚入手，上路就抛锚了。回家后，路易斯闷闷不乐，责备皮特从来就不听他的话，家里大小事的决策他都没有份。现在他不干了，家里的车他来开，皮特以后自己赶公交去吧。往后一段日子，皮特很不好过，没有车的确不方便，所以他买了一匹马，异想天开的给马屁股加油，然后他飞得老高了。朋友们听完皮特的诉苦，立即有狗头军师来出谋划策，他们伪装成小贼，偷走了皮特的车，然后皮特就可以骗保换一辆新车，2辆车不就到手了？黑帮把活干得很漂亮，不久皮特就喜提新车。朋友警告他别太得意，他现在欠了黑帮一个人情，很快就会有麻烦事找上他的。皮特不以为然，结果当晚就被黑老大叫了过去。黑老大没让皮特去杀人放火，只说自己的女儿要结婚了，让皮特带他的侄子去看电影，以免这个讨厌的家伙在婚礼上胡闹。皮特哪敢说半个字儿，他在电影院门口等来了黑老大的侄子，发现这肥仔简直和自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唯一不同的是对方手里有枪。皮特心惊胆战的看完了电影，正准备溜之大吉，肥仔却非要到他家里去吃晚餐。皮特没办法，谁让别个是道上的人呢？混账如他也根本惹不起。路易斯一瞧皮特又不经他的允许擅自带人回家，心里顿时窝着一股火。再看这肥仔满嘴黄腔，毫无吃相，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他私下警告皮特务必要将那人赶出家去。皮特夹在妻子和肥仔之间，好生为难，只得向肥仔摊牌了，说他们不能再做朋友了。肥仔没有拔枪，而是难过的抹眼泪。皮特只好解释说这都是路易斯逼的，没办法，谁让他是个耙耳朵，在家没有话语权呢。肥仔把皮特的话理解成了只要路易斯不在了，他们的友谊就再无阻碍。路易斯威，肥仔到底是道上混的人。第二天他就安排杀手去干掉路易斯，恰好梅根要在学校里演一场话剧，杀手伪装成演员，忽然朝观众席的路易斯开枪，可惜打偏了一点点。路易斯意识到自己被人盯上了，吓得睡不好觉。这回可把饺子高兴坏了，他的除妈大业终于有了同志。皮特赶紧去找肥仔，请求他取消暗杀计划。肥仔正要给杀手打电话，却意外的被仇家射成了筛子，一命呜呼了。皮特心里有10000只草泥马跑过，这下路易斯的暗杀令该找谁取消？皮特去找接头人想办法，接头人奉黑老大的命令，给了他一张婚礼请帖。路易斯一瞧见这婚礼请帖，大喜过望。他说本地有一种习俗，只要在婚礼上向新娘的父亲许愿，就一定能实现。皮特闻言动起了歪脑筋，他想把这个愿望用在别的地方，就说这事儿报在他一个人身上了。路易斯还以为老公难得做一回人，高兴的要和他同生共死，一起去闯龙潭虎穴。夫妻俩来到婚礼现场，发现想找黑老大许愿的人还不少，都排起了长龙。好不容易轮到他们，路易斯刚想开口就被皮特打断了。皮特酝酿了半天的愿望还没说出口，就看到黑老大在吃蛋糕，当即触发了他的吃货本能，给我尝一口。此话一出，愿望就用掉了。路易斯不禁悲从中来，他就要死了，她的丈夫却在埋头吃蛋糕。这时新娘骂骂咧咧的跑了出来，说大喜日子，新郎却还沉迷工作要去杀人。杀手新郎追出来一瞧，正好撞见了他要杀的目标路易斯，当即掏枪就要完活。皮特已经用完了愿望，他只好厚着脸皮请求黑老大用自己的命换他老婆一命。黑老大感动不已，破例收回了路易斯的暗杀令。皮特拿骗保买来的车当小费，试着刚开车门就被炸上了天堂。好家伙，杀手新郎还给他们留了一份大礼，以后还是老老实实赶公交吧。